我又做梦了，梦见守寡多年的婆婆与人私会，还怀了身孕。可我知道这不是梦，是即将发生的事。我的梦从来都不。我曾梦见丫鬟坠井，3日后成真。我曾梦见账房偷银，半月后查实。夫人，您猜的没错，我偷偷找大夫瞧了那药方，是打胎的虎狼药。确定是老夫人让人抓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早大夫把脉后，周嬷嬷连下人都清空了，我好不容易才偷看到药方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好困。宋安宁，我只认林柔一个妻子，你我本无夫妻之实，自请下堂吧。姐姐，景阳爱的是我，被爱的才是亲，不被爱的只能是妾。母亲，你为我做主啊！侯府不能没后，安宁，你就委屈点，贬为贱妾了。宋安宁，快把正妻位子给柔儿。这是预知梦。如果那个死鬼夫君真的没死，还带着野女人和野种回来，那我下场绝对比梦里还惨。等等，不能喝。宋安宁，你发什么疯？想反天了！周嬷嬷，你出去，我有要紧事和母亲说。宋安宁，你发什么疯？母亲，让她下去。我要说的话关乎您的前途，也关乎侯府的前途，只能您一个人听。退下吧。说吧，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道理，冲撞长辈这一条，我绝不轻饶。母亲，您怀孕了吧？这个孩子还是生下来为好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亲，别瞒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母亲，您唯一的儿子已经没了，这爵位和家业，多少旁埋盯着吃绝乎呢？老天爷可怜咱们，给了这个孩子，您真的舍得不要他吗？您悄悄生下来，对外就说是我这个做儿媳的没孩子傍身，去外面捡了个孩子记在名下。这样一来，您有了亲生骨肉当依靠；二来，侯府爵位能保住，门楣不倒；三来，我有了孩子，以后也能在府里立足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不会去告发我吧？母亲，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这一年您待我不薄，我记着。与其让如狼似虎的庞志占了便宜，咱们还有活路吗？我帮您，就是帮我自己。好孩子，师娘以前小看你了，你想得周到。母亲，一切都是为了侯府着想。听你的。母亲，如今月份大了，府里人多眼杂，容易漏笑，不如咱们去城外僻静的庄子养胎。对，你说的对。这偌大的侯府也该易主了。秋菊，把所有下人召集起来，我要训话。是夫人。老夫人离府进修，归期不定。从今日起，侯府上下对牌钥匙皆在我手。摆什么主子架子？不敬主上，触犯家规，按家法处置，变卖出府。换掉旧人，立稳规矩。你们卸任吧，这些新丁接替你们的位置，才无人敢再欺我。夫人，这大半年是我的黄金时间，就算以后真的被迫下堂，有了这些银子，我也能活得风生水起。夫人，侯府里里外外现在全听您的调遣了。这还不够，我要这侯府从此只认我一个主子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老夫人顺产，是个小公子。好，
真是侯府的好造化。听说少夫人带着个孩子回来了，当真？怕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吧？我成婚1年，膝下空虚，日夜忧心。前些日子去庙里接祈福的老夫人，竟在路边偶遇这可怜孩子，见他眉眼与侯爷有几分神似，自觉缘分深厚，便抱回府中记在名下，取名韩月，往后便是侯府嫡子。安宁，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如今我已回府，这管家的对牌钥匙也该收回来了。母亲正值春秋盛年，理应由您主持大局，儿媳这就物归原主。这账目怎如此繁杂？我这头晕得厉害。母亲产后元气大伤，大夫交代万不可操劳，这些琐碎小事还是让儿媳代劳吧。您只管安心静养，大事儿媳定会向您请示。钥匙在你手里，可这府里的人，这府里的钱，还有这个孩子，全在我的手心里。月儿，慢点儿，小心摔着。3年过去，婆婆见我照料侯府周全，疼惜月儿，便放了权。有她帮衬，我不仅坐稳了主母之位，还讨回了被霸占的嫁妆。回来了，世子爷，世子爷他回来了。胡说什么？世子爷战死沙场，圣旨亲封的英勇就义，怎么可能回来？是真的，人已经到前厅了，而且不止世子爷一个人，他还带回来一个女人，怀里还抱着个2、3岁大的男孩。果然，梦里的事情一件件都对上了。走，随我去见见这位死而复生的世子爷。那是少爷吗？旁边那女子是谁啊？谁知道呢？贬妻为妾，任人践踏，全是真的。既然梦是真的，那我就绝不会走回头路。去，通知婆婆，让她立刻到前厅来。是。夫君，居然让我们等这么久，你架子倒是不小。这位是？这是林柔，我的救命恩人。林柔，连名字都一模一样，果然是玉之梦。原来是夫君的救命恩人，失敬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韩景阳，你带回一个野种，想鸠占鹊巢，却不知这府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等着你呢。爹，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也像娘一样叫你夫君？我不要别的人叫你夫君，你是我娘唯一的夫君，也是我唯一的爹。好好好，都依你，都依你。宋安宁，你以后不要叫我夫君了，称我世子爷吧。世子爷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当年我坠崖失忆是柔儿救了我，我们情投意合，早已在山中拜堂成亲。柔儿是我的妻，寒暄是我的长子。如今我们一家3口回来了，宋安宁，反正你我之间并无夫妻之实，也无感情可言，就把正妻的位置让出来吧。我不同意。韩景阳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8抬大轿抬进门的妻子，凭什么要我让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可你和景阳不合适呀。这几年陪着他的人是我，我们也有婚书，我才是他的妻子。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若日后又有女子救了他，跟他拜了堂，你是不是也得乖乖滚蛋？这跟先来后到没关系。景阳爱的是我，被爱的那个才是妻，不被爱的那个只能是妾。林柔，你哪来的自信？等几年你年老色衰，他再找个年轻漂亮的回来，你是不是也自愿当妾？景阳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宋安宁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林柔为妻，你为妾。
姐姐，其实我并不在意名分，也不想和你争，只是我和景阳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轩儿是景阳的亲骨肉，若我为妾，他便是庶子，名声不好听；若我为妻，轩儿便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。不错，宋安宁，做人别太自私，为了孩子，你也该自觉让出正妻之位。我不同意。如果我退位为妾，那我的孩子岂不也成了庶子？你有孩子？宋安宁，我从未与你有过夫妻之实，你哪来的孩子？你背着我偷人，你这淫妇，你怎么敢？你在外生下野种，回府便要逼我腾位，听闻我有孩子便暴跳如雷，感情你死在外面，我也得为你守一辈子活寡。世上竟有如此自私的贱人。秋菊，是，去把小少爷带过来，见见世子爷。娘亲，世子爷，看清楚，这才是侯府的嫡长子。这是哪里来的野种？宋安宁，你这个贱妇，居然背叛我，还生了个野种！景阳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你这几年不在家，或许姐姐以为你死了，闺中寂寞，才去找了别的男人呢。放开我！娘亲救命！干什么？弄死这个野种！谁敢动我的月儿？你把他的还给我！祖母救我！老夫人，世子爷带了个野女人回来，要贬夫人为妾，还说要弄死小少爷。夫人想护着小少爷，竟被世子爷当众推倒了。母亲，我是你儿子，几年没见，你怎么一见面就打我？你回来就回来，欺负月儿做什么？你不欺负月儿，我自然高兴。可你敢动月儿，我不打你打谁？母亲，你怎么能护着这个野种？你说谁是野种？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景阳，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世子爷原本是恭敬有礼的，这几年流落在外，许是被什么不干不净的人给教坏了，才会如此无礼。你是什么人？母亲，这是林柔，是救我性命的恩人，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母亲，这才是您的亲孙子。轩儿，快叫祖母。祖母，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这是我祖母。你怎么能撞月儿？就算着急也不能这样啊！姐姐，她不是故意的，孩子小，一时着急没注意。宋安宁，不过是孩子间的磕碰，至于这么较真？他本就不该凑上前去。你个不孝子！几年没见，小小年纪被惯得没大没小，遇事不知轻重，这般失了教养，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好孩子？孩子不懂事，根源全在大人身上，这般家风实在令人不齿。你这个贱人，带坏我的儿子，还敢教坏我的孙子，给我滚！母亲，他身娇体弱，你下手怎能如此狠毒？母亲，世子爷带了个女人和孩子回来，一进门就喊打喊杀，不仅逼我让出正妻之位去给那女人做妾，还辱骂儿媳偷汉子生野种。母亲，您可要为儿媳做主啊！难道我有说错吗？你没偷人哪来的孩子？韩景阳，
你是脑子坏掉了吗？你就不会多问一句？月儿是咱们收养的孩子。原来如此，当时我们误会姐姐了。原来是收养的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一回来就逼我让位做妾，认定我偷汉子，对着孩子喊打喊杀，我哪有机会说？世子爷，你以前英明神武，怎么和林柔在一起后，竟变得如此是非不分？没错，景阳以前知书达理，如今这般行径，定是你这妖精在旁边带坏了他。不止带坏景阳，还教坏孩子。侯府留你不得！来人！世子救我！母亲，林柔是我的妻，谁也不许动她。宋安宁才是你的妻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夫人，我不求名分，也无心荣华富贵，只求老夫人对轩儿好一点。轩儿她不能没有母亲啊！母亲，我让宋安宁做妾，全是为了给正儿一个嫡出的名分。柔儿天真纯善，从不争抢。我们这一片苦心都是为了您的亲孙子啊！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当个庶子。母亲，若我做了妾，月儿也就成了庶子，外人定会以为我犯了滔天大错才被贬，月儿的前途可就全毁了。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这点狐媚手段，在我眼里屁都不是。月儿绝不能当庶子，月儿的母亲也绝不能当妾。母亲，你怎么可以又打柔儿？轩儿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难道她不该当嫡子吗？夫君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对着亲生母亲大吼？这些年母亲为你流了多少眼泪，你一回来不关心母亲身体，不过问后府家业，却像对待仇人一样吼她，你这是大不孝！好一个不孝子！母亲，老夫人，夫君也是一时情急，他只是太希望轩儿能当嫡子。想当嫡子，这还不简单？把这孩子记在安宁名下，他不就名正言顺成了嫡子了？母亲，想来林柔是不愿意的，怕是不可能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还是算了吧。那就让他离开，孩子留下。只要他死了，正人还这么小，日子久了自然会忘记亲娘，认你做母。什么？不可！母亲，若要杀他，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夫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怎么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忤逆母亲？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老夫人饶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求做妾了，我不求做妾了，我愿意做妾，我心甘情愿做妾。月儿乖，咱们走。祖母的小心肝可别被这些脏东西冲撞了。你们想不通吧？在这个侯府，你们所谓的亲情，比不过我手里的把柄。夫人，老夫人喊您过去。好。婆婆怀胎10月生的幼子，怎是一个从未谋面的孙子能比的？人老了，心尖上的肉自然是这老来子。安宁啊，快过来！安宁，是景阳对不住你，他那是失忆了，才被外头的女人迷了眼。你放心，这侯府的世子夫人只能是你，谁也抢不走。谢母亲，韩景阳真死在外面多好。如今我握着婆婆的把柄，在府里说一不二，等她腿一蹬，我就是这儿的主人。可她偏要带回那对屋子，想踩我的位子，没那么容易。母亲，男人3妻4妾本就正常，我不怪世子爷，只要有月儿和您相伴，我后半生便有了指望。只是
我希望林柔母子不要威胁到月儿的地位。那是自然。安妮啊，小郑毕竟是景阳的骨肉，当庶子的确不好。我决定把小郑记在你的名下，如何？果然不出所料，儿媳没意见，只怕世子爷和林柔那头……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，由不得他们。夫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世子爷，林姨娘在这站着做甚？宋安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让我们住那种破败的院子！世子爷，为何这般生气？我的松景楼怎么荒废成那样，杂草丛生，你就不能找人收拾一下吗？世子爷，是我疏忽了。秋菊，找几个人去收拾松景院，让世子爷休息，顺便安置一下林姨娘。好的，夫人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夫人，我想离世子爷近一些，哪怕小一点也行。那好，你就住春和院吧，那儿离松景院最近。什么东西，也敢跟夫人叫板？夫人放心，那春和院，大家心里都明白该怎么做。深宅大院里，折磨人的手段多着呢，能叫你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好你个宋安宁，等我混上世子夫人的位置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人呢？我要热茶。哟，这新来的林姨娘架子真大，真当自己是主子了。快歇着吧，夫人没发话，谁有空伺候她？景阳，我受不了了！那屋子漏雨，下人们也作践我，我不去春和轩了，我要和你住在一起。好，柔儿别哭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我看谁敢难为你。母亲，进来吧。儿媳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那林柔放着自己的春和院不住，非要搬进世子爷的松景院，如今两人整日厮混在一起，片刻不离。这林姨娘也太没规矩了，哪家高门大户的姨娘，世子爷积攒的名声可全毁了呀！名声，韩景阳若死在战场，还是个英勇就义的英雄，如今失踪3年，带回外室，京城还不知多少人等着看着侯府的笑话。这个林柔，当真是一股子小门小户的妖媚气，岂有此理！老夫人切莫动气。母亲，林柔如此行径，不仅带坏了世子爷，更会教坏了寒暄。请母亲尽快下旨，将轩儿过进到儿媳名下吧。轩儿如今年纪还小，只要悉心教导就能改正。若是再跟着林柔多待些时日，到时候就真的就不好说了。你说的对，侯府的子嗣绝不能毁在那贱人手里。周嬷嬷，去松景院，把世子爷和那个贱人都给我叫过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还是啊，宁懂事啊。林柔，想过安生日子，你的好戏才刚刚开场。母亲，您急怒后好，叫我们来干什么？不会是姐姐看夫君这几日独宠我，特意来找老夫人告状吧？秋决，长子，你一个卑贱姨娘，竟敢对夫人阴阳怪气，该打！进了屋子，不向老夫人和夫人行礼，还敢不知羞耻的叫世子爷夫君，该打！你一个姨娘，没脸没皮，天天黏在世子爷房里，败坏世子名声，更该打。宋安宁，你别太过分了！
母亲，您觉得儿媳过分吗？不过分，这种没规矩的货色，该打。母亲，我才是您的亲儿子，您怎么只听宋安宁的鬼话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，您怎么只听宋安宁的鬼话？这些年安宁操持侯府，替你尽孝，还要照顾月儿，你呢？你为了这个贱人处处顶撞我，你还有脸开口？老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是夫人作践我，把我关在破房子里淋雨受冻，我才去投奔世子爷的。是啊，母亲，那春和院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都是宋安宁故意的。母亲，当日是林姨娘亲口求我说要离世子近一些，我才选了最近的春和院。屋子确实陈旧，我也正安排人修补。可林姨娘等不及，以此为借口，便钻进了世子被窝。母亲不是这样的。母亲，您怎么又打我？韩景阳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蠢的东西？你们在边境苦寒之地都能活，回了侯府连个旧点的院子都住不得了，分明是这贱人找他借口勾引你，毁你名声。柔儿想亲近我有什么错？你是侯府世子，他是贱妾，你失踪3年回来，行径如此荒唐，你让满朝武将们看你，让陛下怎么看你？世子爷，说的难听些，您现在就是个失踪3年的叛徒，若再行差踏错，这侯府的爵位怕是保不住了。这点小事，不至于吧？我宣布一件事，即日起，韩轩过继到安宁名下，既作侯府嫡子，由安宁亲自抚养。老夫人，不能啊！轩儿是我的命，一直是我带大的呀。我意已决，来人，把这个魅惑世子的贱人拉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没我的命令不许出来。姐，救我！姐啊！站住！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您实在太过分了。母亲莫气，世子总会明白您的苦心的。逆子，真是逆子！母亲，您快顺顺气，别跟世子一般见识。虽然他带回外室顶撞生母，错处不少，但他毕竟是侯府唯一的继承人，是咱们的指望。您为了大局，还是忍忍吧。忍？我亲生的儿子在怀里，那逆子若是再不听话，这侯府由谁继承还不一定呢。能继承爵位的，可不只有他一个。他若非要色令智昏，忤逆生母，这世子之位也并非非他不可。儿妾明白，儿妾先告退了。夫人，世子爷刚才大闹了一场，口声声说要接林姨娘出来，可最后被老夫人的人拦下，竟就这么灰溜溜的回房了。真是个孬种，原以为他有几分血性会强行带人，结果只敢动动嘴皮子。他不彻底惹怒婆婆，我的计划就无法收尾。看来这把火还得烧得更旺些。轩少爷，吃点点心吧。你走开！你才不是我娘！我娘说你是坏女人，是你把我娘关起来的。敌意，尽管恨吧。你们母子越是闹腾，这侯府你们就离得越远。带月儿回房，看好她。是，夫人。跟我进来。是。秋菊，去给柴房那边透点风。告诉林柔，老夫人打算把她卖到最下等的庄子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是，夫人。
轩儿，以前在关内住的可习惯，那边的雪是不是比京城大？才不是呢，我爹娘带我住的地方根本没这么多规矩，那是在关外，大草原一眼望不到头。难怪我派去关内的人翻遍了也找不到韩景阳，原来这3年他竟带着那贱人躲到了关外。关外好啊，自由。林柔，你的底细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。秋菊，去给柴房那边加点料，告诉林柔，韩轩落在我手里，天天被韩月当马骑，饭都吃不饱。是夫人。你说什么？轩儿被那个毒妇虐待，我的儿啊！求求你，把这信送给世子爷，求他看在这儿的份上，一定要见我一面。夫人，林姨娘给了奴婢镯子，求奴婢替她给世子爷送信，约世子爷今晚见一面。既然他想见，那就如了他的愿，把信送去松景渊吧。是。夫人，万一世子爷真把他救出来，救？我要的就是他亲手把他推向死路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世子爷带人硬闯柴房，强行把林姨娘抱出来了，说是林姨娘病重垂危，正催着满府请大夫呢。知道了，秋菊，速去告知母亲，一字不差的如实禀报，不可遗漏。是。我要救娘亲！坏女人，是你害了我娘！林柔，这颗毒瘤是时候拔除了。奶妈，带岳少爷也去一趟松景院，见见世子爷，顺便照看好轩少爷，别让他闯出祸来。是，老奴明白。见过母亲。韩景阳那个逆子，是不是把林柔那个贱人放出来了？是，世子爷已将人抱回了松景院，还请了大夫。逆子，他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母亲。母亲，林柔手段厉害，您教养世子10几年，竟不及他伴他3年。世子爷失踪这3年，有没有跟您细说过往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果然，韩景阳定是说了什么，只是婆婆终究还是护着亲儿子，拿我当外人。母亲，林柔身份不简单，您看看这个。什么？他是庆国细作？世子爷说他们在关外生活，却谎称林柔是关内人。更要命的是，韩轩未治世子爷的亲骨寿。世子爷带他回府后，我便派人查了，恰逢庆国商队路过，有人认出他是庆国某富商的相好。3年前怀着身孕不辞而别，一个怀着孕的女人，偏偏跑到边境去依附敌国将领。母亲，这若不是细作，是什么？林柔有姘头是真，怀孕是我编的，但这荒山野岭的旧事，我看谁能去求证？单凭这些，也不能死咬他是细作。母亲，他是庆国人是铁证。若陛下得知世子爷失踪后私投庆国，还与庆国女人生子，这通敌叛国的帽子一旦扣下来，侯府必将万劫不复。林柔母子就是侯府的断头盘，还请母亲早做裁夺。
走进去看看。世子爷，夫人搓磨我也就罢了，可他竟然虐待轩儿，他那是想要轩儿的命啊！父亲、母亲没有虐待哥哥。小杂种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你这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不就是怕轩儿抢了你的嫡位，才故意欺负他吗？老夫人，您误会了，贱人，竟敢残害我的子嗣！林柔，这把火终于烧到头了。母亲，你疯了吗？为何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负柔儿？逆子，你眼瞎了吗？没看见这贱人在掐月儿的胳膊吗？畜生！景阳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景阳，救我！放开我！谁敢动他？放开柔儿！快，世子爷癔症犯了，快按住他，别让他伤了自己！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宋安宁，你这个毒妇，放开我！我要去杀了你！我要去救柔儿！既然你这么爱他，那就陪他一起睡吧。秋菊，叫大夫，就说世子爷突发恶疾，晕死过去。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！你醒醒啊，娘！别丢下轩儿！轩儿，你记清楚了，你的娘亲只有宋安宁一人，那个贱人不是你娘。你们杀了他！她是林柔，是我亲娘。母亲，这个孩子绝不能留。母亲，您亲手下令杖住他的生母，这夺母之仇，他一辈子都会记在您头上。留着他，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日后必成大祸。况且他是不是您的亲孙子尚未可知。若留他在府里，等他长大，定会事事与月儿作对。等您100年之后，世子爷若是偏心他，那咱们的月儿岂不是要任人欺凌？周嬷嬷，把他带走，送去最偏远的庄子，永远不得回府，由他自生自灭。是，老奴这就办。母亲圣明，为了侯府的安宁，总要有些牺牲。安宁，景阳那边，世子爷是急火攻心，伤了神志，儿媳定会请最好的大夫，让他好好养病，再也没心思管这些琐事。柔儿呢？我的柔儿在哪儿？死了。
是你这个毒妇害了他，我要你给他陪葬！韩景阳，你清醒一点！下令杖毙他的是你亲生母亲，是你纵容他3番2次忤逆母亲，是你眼睁睁看着他欺凌虐待月儿，是你亲手把杀他的刀递到了母亲手里。逼死林柔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，是你韩景阳。不是我，是你们！我要去找母亲问清楚。母亲，你还我柔儿命来！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逆子！为了个贱人，你竟敢冲到我房里叫嚣！你是凶手！你还我妻儿！放开！你这个疯子！你把柔儿还给我！老夫人，快来人呐！世子爷打伤老夫人了。老夫人，世子爷这是做什么？怎能推生母呢？快去请大夫封锁侯府。我养了他20年，竟养出了个仇人，心凉了，彻底凉了。让我进去！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呢？你们把正儿哪去了？苏子太朋友，你杀了柔儿还不够，连正儿都不放过吗？你这个狠心的老妖婆！逆子，你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找不到正儿，我就让这侯府鸡犬不宁！老夫人，大夫，快传大夫！取银子！取银子！去给我雇人，全城搜寻正儿！世子爷赎罪，夫人有令，没有他的对牌，1文钱也支不出来。夫人交代，世子爷救急未愈，不得离府，请回。老夫人即便伤透了心，还是念着母子情的。她让老奴转告您，那林柔其实是奸细，寒暄的出生也有疑点。她这么做是在保全大家，保您啊！细作，绅士有仪，这种鬼话你们也编得出来？滚！回去告诉那个老太婆，她杀妻气死我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。滚出去！嬷嬷辛苦了，既然世子不领情，那便由他去吧。听说了吗？那永宁侯府的世子韩景阳根本不是什么阵亡英雄。什么？不是说当初受了重伤失踪吗？重伤个屁！据说是战场上的逃兵吓破了胆，躲在关外跟个野女人苟且偷生呢。这3年他过得可滋润了。永宁侯府这下完了！永宁侯府这下完了！欺君之罪，要杀头的！臣等联名上奏，永宁侯府世子韩景阳欺君罔上，战场脱逃，辱我朝威，永宁侯府包庇逃兵，罪不容咎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永宁侯府。混账！永宁侯府竟敢如此欺瞒朕！圣旨下来了，大人们别跪了，快回吧。
老夫人，大祸临头了！外面全是流言，说世子爷是逃兵。什么逃兵？谁传出去的？母亲，朝中御史已经联名上奏，请求陛下削去爵位，抄没侯府家产。安宁，你救救侯府，那是景阳的命根子啊！你又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！世子爷，恭喜你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是逃兵了。陛下震怒，韦府的禁军已经在路上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是失忆。谁在乎真相？侯府要完了。母亲，侯府被抄家怕是迟早的事情。韩景阳现在就是个满身污名的废人，他活着一天就是侯府的断头台，更是月儿的催母。他毕竟是我的亲骨肉，您疼他，可他为了个细疾推残您的腿，为了个野种咒您死。若不让他病逝，等抄家的旨意下来，月儿的世子之位就没了，咱们全家都要去菜市口挨一刀。去吧，给他个痛快，留他最后的体面。世子爷，老夫人说您这几日忧思过重，特赏了一杯陈年佳酿，让您压压惊，好生睡一觉。压惊？还是母亲疼我。等我睡醒了，还要去找我的柔儿和正儿。这酒里有毒！什么？传下去，世子爷旧疾复发，突发恶疾，于子时病逝。世子爷病逝。母亲，世子爷已然入土。如今的韩景阳是伤病复发的忠良之后，绝非逃兵。侯府安危，联系母亲此行。扶我上轿，哪怕是死在金銮殿上，我也要给月儿求个前程。永宁侯府遗孀，求见陛下！永宁侯府满门忠烈，求陛下开恩呐！老夫人，陛下，请您进去。陛下，景阳当年失踪是重伤失忆流落关外，绝非逃兵。他冒死回京，只为交代后事，恢复不久便呕血而亡，临终仍念皇恩。求陛下念在先侯爷挡剑之恩，保全侯府孤儿寡母。永宁侯确实与朕有旧功，韩景阳既已病故，往事便莫再提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隆恩。夫人，老夫人，圣旨到了。朕念韩氏世代忠良，景阳病逝，其情可怜，驳回削爵之意，立嫡子韩岳为永宁侯世子，袭职留任，钦此。保住了，侯府保住了。月儿，快给祖母磕头。孙儿给祖母磕头，谢祖母恩典。韩景阳，你用命换来的这块招牌，终究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夫人，那些曾帮着林柔说话的下人已经全部发卖了。侯府危机已解，外人耳目众多，令下人严守口风。自此世间再无林柔寒暄，亦无逃兵之说。
只有永宁侯府的忠臣良将和我宋安宁的嫡长子。母亲，御医说您这几日心神耗损太过，还是多歇歇。安宁，你是个狠角色。景阳回来后的那些事儿，你的那些手笔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是因为这侯府除了交给你，再没人撑得起来。如今林柔死了，景阳也走了，咱们的恩怨了了。答应我，好好照顾月儿。月儿是我名下的嫡子，更是侯府未来的指望，我会护她周全。你放心，月儿是我亲生骨肉这件事，我到死都没告诉过她真相。这世上只有你我是知情人，以后你永远是她的亲生母亲，唯一的母亲。别溺爱她，要好好历练她，千万别让她像景阳一样，为了个女人就昏了头，连亲娘连家业都不要了。儿媳明白，我会把她教成最合格的侯爷。老夫人，小世子来看您了。祖母，您怎么了？您抱抱月儿。月儿，祖母太想念你死去的父亲了，此时神志有些模糊。你假装是你父亲，去榻前叫他一声母亲，全了他的心愿，好吗？月儿听娘亲的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母亲，您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您的亲生儿子，他就在你面前，这一声母亲，他叫得名正言顺。景阳，是我的景阳吗？好孩子，再叫一声。好孩子，再叫一声。母亲，儿子在这儿。老夫人，母亲，您放心的走吧，您的儿子我会替您照顾好。从今往后，这侯府再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。老夫人走了，世子年幼，从今日起，这侯府的一针一线、一草一木，皆由我宋安宁说了算。周嬷嬷，念名单。
王大宝偷奸耍滑，私扣采买银两，账20发卖。饶命啊，周嬷嬷！李翠花传闲话，毁主子名声，拉出去卖到最偏远的矿上。宋姑娘，饶命啊！侯府不需要养闲人，更不需要吃里扒外的狗。剩下的，若想留下来，就把皮给我绷紧了。夫人，按照您重新定的规矩，把那些吃回扣的田产佃户全换了，商铺也改了抽成。夫人圣明，那些老顽固当初还想看您的笑话，现在全都被您的手段镇住了。这个月的进项比老夫人在时翻了1倍。夫人，如今府中上下提到您的名字，就跟见了活阎王似的，再没人敢扎刺。威压只能治标，银子才能治本。只要侯府在我手里，一天比一天强盛，他们不仅不敢不服，还得求着我坐稳这个位子。娘亲，韩景阳，你当初想休了我，把侯府给凌柔，可你看看现在，这侯府改姓了宋，而你的儿子正在叫我亲娘。安宁啊，景阳走得早，如今老人也撒手人寰，月儿才7岁大，这侯日抛头露面管账理财，传出去怕是坏了咱们韩家的名声。是啊，三叔说的在理，咱们都是骨肉至亲，哪能眼睁睁看着你受累？不如让咱们几家的男丁搬进府来，一来照顾世子进学，二来这侯府的进项开支也总得有个男人把关，不是？嫂子，我听闻这半月府里田产收成不错，不如把东城的2间铺子交给我打理，也省得你操心。照顾世子，我看各位是想照顾侯府的爵位，顺便照顾照顾我手里的银子吧。宋延宁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这永宁侯府姓韩，不姓宋，你不过是个魏王人。若我们联名向宗族上书，说你德行有亏，这侯府你也待不住。三叔记性真好，那也该记得，月儿是陛下亲封的世子，是侯府唯一的嫡传。想插手侯府可以，但这府里吃里扒外的老账，我还没跟各位算清楚。三叔，你去年借着老夫人的名义从库房支走的那3000两银子，是不是该先吐出来？各位若是安分守己，侯府自然少不了你们的一份嚼用。若是非要动那不该动的心思，那就别怪我宋金安翻脸无情，把各位的名字从韩家族谱上生生抹去。这群恶狼怕是不会善罢甘休，不怕他们贪，就怕他们不跳出来。既然他们想闹，我就给他们搭个台子，让他们一次闹个够。安宁今日设宴，可是想通了，要让咱们这些长辈帮衬着打理家业。母亲临终前将这年珠和丝印亲手交托于我，命我护住侯府根基，绝不能让外贼或是家贼动了月儿的世子之位。这是这3年来诸位从侯府账上借走的每一笔银钱。东郊水田50亩，租银300两。三叔，东郊那50亩水田的租子，你扣了3年。四婶，你女儿出嫁，私挪了库房一对红珊瑚100件。这些报官查办的话，够在牢里待上几年。安宁，大家都是亲戚，
何必算得这么死？这是我宋安宁这些年经营铺子攒下的私产，不姓韩，全捏在我一个人手里。想跟着侯府富贵荣华的，往后安分守己，我自然少不了各位的一份碎补。若是谁还敢动歪心思，妄想插手管家权，我不仅会报官查了你们的家底，还要把你们的名字从韩家族谱上生生驳去，让你们沦为丧家之犬。安宁，不，夫人教训的是我，等老糊涂了，往后定当为夫人马首是瞻，绝不敢再多言半句。周嬷嬷，送客。夫人这招软硬兼施，总算把这群饿狼喂饱了，吓住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下次若再犯，我就不是劈胡，而是劈人了。韩景阳、林柔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侯府再没人能从我手中夺走分毫。林老夫子亲临，侯府蓬荜生辉。夫人重金礼聘，更言及要教世子定国安邦、权谋制衡之术。老夫倒要看看这小世子是否有此慧根。世子，老夫且问你，若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你当如何？回夫子，若两虎揭墙问路，其自残杀，待其力竭，我再收而治之。夫人，世子才6岁，您就让他学这些勾心斗角的权谋，会不会太残忍了些？我不求他当个纯臣良将，我要他当个能活到最后的狠角色。这京城名利场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，月儿的身世注定了他脚下每一步都是悬崖。娘亲，夫子教的我都记住了，月儿会努力读书，保护娘亲，坐稳这侯府的位子。韩景阳，你当初想把位子传给你那心头肉的野种，却不知你最嫌弃的孩子正在我的调教下长成你最恐惧的样子。老家遭了大水，你姐夫又病死了，债主逼上门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表小姐，快起来吧，夫人在这儿呢。表姐，快起来！既是家门遭难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理。秋菊，带表姐去偏院安置，换身衣裳，再请个郎中瞧瞧。多谢夫人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表小姐，夫人交代了，您先在这儿安心住下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只管跟府里的管事说。代我多谢安宁。这侯府可真气派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红火的地方。东西收了，事儿就得办利索。宋安宁那毒妇害得我们倾家荡产，只要你能弄垮她的名声，或者让那小崽子出点意外，事成之后还有3倍的酬劳。夫人，三爷那边果然动了，刚才有人瞧见他在偏院后窗待了足足1炷香的时间。这位表姐，
这些年连个信儿都没有，偏偏在旁支闹腾之后遭难投奔，这戏演的也太拙劣了。既然知道他没安好心，不如早点把他撵出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，既然他们想玩灯下黑，那我就陪他们演一场。我也想看看我这位好姐姐到底能带出多少大鱼。亲情，那是这深宅里最廉价的毒药。既然你敢接这笔钱，那就得有命来花。你们整天伺候那位小主子，就没觉得他长得跟世子爷一点都不像？这小孩子长开了才像吧？再说，夫人对小主子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？长开了，我可是安宁的亲表姐，当年的事儿我最清楚。世子爷失踪3年，安宁一个人在府里，这孩子哪儿来的？指不定是哪家破落户的种抱回来充数的。哎呦，这可是给夫子准备的燕窝，你这丫头怎么毛手毛脚的？是不是管事刘嫂子平时克扣你们月钱，让你们没力气干活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听说了，刘嫂子专门把好差事给亲戚，你们这些没背景的，干得再多也是白搭。这燕窝摔了，刘嫂子肯定要罚你，你可别太老实了。要是小主子真是野种，咱们这侯府迟早要被收回去，到时候大家都得遣散，咱们可就没活路了。夫人，那个表姐实在太张狂了。慌什么？慢慢说。现在府里上下都在传，说月儿身世不明，是您找来的野种，甚至还有传言说您要克扣大家伙的遣散费，底下人心都散了。身世不明，他这是想从根上刨了我的地基。要不要现在就把他抓起来，或者撵出侯府？再这样下去，流言蜚语只会越来越多。人心晃动，最能看出谁是忠，谁是奸。他既然想闹，我就陪他闹到底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清理一下府里的蛀虫。想拿月儿的身世做文章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既然他这么爱说，我就给他搭个更大的戏台，让他在全京城面前一次说个够。夫人，查实了，表小姐这2日借着采买名义，3番5次在后门偏向与三爷府上的管事接头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还想刨我的根。既然他急着送信，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去，把那本伪造的侯府田产暗账故意吊在花园凉亭。侯府私吞军饷的证据，宋安宁啊，宋安安，这下你死定了！东西到手了。三爷答应我的那500两黄金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安宁，我只是捡到的，我想还给你。表姐，深夜寒正，还要给三爷送礼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捡到的，那这三爷府上的掌金也是捡到的？我错了，是三爷逼我的。安宁，我们是亲姐妹啊！安宁，连人带赃全部扭送官府，告诉三爷，这本账我慢慢跟他算。三叔4审，今日请各位来，是请大家做个见证。安宁，我
是被逼的，是他们给钱让我干的。休要血口喷人！我们韩家不认这种下作亲戚。你扒外，我根基，来人动棍！救命啊！打死他，怕是脏了侯府的地；打断他的腿，立刻签字画押，发往边远矿场，终生为奴，永世不得赎身。三叔，家贼已清，外鬼该消停，再敢乱传死闲话，下个去矿场的就是韩家嫡系。不敢，老夫即刻回去严加管教。夫人，这下彻底清静了。府里清静了，该去看看月儿的功课了。世子，您这脸色怎么？娘亲，儿子有话要问。这般失魂落魄，哪还有半点世子的样子？娘亲，外面那些人说我不是您亲生的，说我是抱来的野种，他们说您对我好，全是做给外人看的。娘亲，您亲口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傻孩子，这些年我是怎么教你读书，怎么替你挡下那些旁支的冷箭，又是怎么在御前为你求前程的？难道这些情分都抵不过几句嚼舌根的混话？你确实不是我怀胎10月所生，你是当年老天爷念我膝下荒凉，特意送到我身边的宝贝。从我抱起你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心肝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儿子。你是这侯府名正言顺的世子，更是我宋安宁的命。没有你，这侯府于我而言不过是一座荒坟，明白吗？月儿，你确实不是我生的，但你这一辈子都只能是我手里的利刃。传陛下旨意，永宁侯韩月身世存疑，疑似庆国细作林柔之子，宋氏安宁包庇余孽，混淆皇室血脉，按律当斩。统领大人，你说月儿是细作之子，证据何在？放肆！本侯随陛下南征北战，满身伤盘皆为大庆所授，尔等凭几句流言便要构陷忠臣？当年韩景阳带回的林柔确系庆国细作，韩月与那妖女容貌神似，她是林柔所生。是老夫人亲口说的，世子不是夫人生的，是抱来的。周嬷嬷，你老糊涂了。老夫人临终前，你是听到了她喊月儿儿子，便以为她是林柔的种。统领大人有所不知，月儿确实不是我生的，她是老夫人晚年避居时亲生下的幼子，是为了保住侯府名声，才记在我名下的嫡长子。论辈分，他是先侯爷的亲弟；论血脉，他流的是韩家最正统的血。那林柔的野种，早随他一同葬在了乱葬岗。这是当年接生婆子的供词，还有老夫人的随身玉佩。统领若是不信，大可滴血验亲，看月儿与韩家祠堂的血脉合不合。月儿这些年战功赫赫，是大庆的战神。你们动他，动的是大庆的脊梁。谁敢再言细作二字，便是在质疑老夫人的清白，质疑皇室的册封。末将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夫人降罪。娘亲，您方才说的是真的吗？月儿，真假重要吗？这世上的真相从来都握在赢家手里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韩家最正统的继承人，谁也撬不动你的位子。儿臣谢母亲活命之恩，谢母亲教导之情。夫人，林柔和韩景阳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都清理干净了。这出梦我做了30年，总算杀出条活路了。